而另一边，陈平跟着大长老还在打。莫青云站在远处，脸色苍白如纸。他能感觉到，这样打下去的话，整个琉璃城恐怕都会化为齑粉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苍老而威严的怒喝从远处传来：“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”一道紫金色的流光破空而至，瞬间落在能量漩涡中央。那是一位身着暗紫色龙纹长袍的老者，面容古朴，双眸深邃如星空，周身散发着让天地都为之臣服的恐怖威压，正是修罗殿殿主桑天阳。他一出手，右手并指如剑，轻轻一点，那足以毁天灭地的能量漩涡竟如冰雪般消融，金龙与修罗虚影同时消散在空中。大长老看到殿主，眼中闪过一丝不甘，但还是恨恨地收了刀，单膝跪地。殿主！桑天阳看都未看他，目光落在陈平身上，眼神复杂。陈小友，我儿桑启虽死有余辜，但大长老乃我修罗殿主时，你伤他至此，未免欺人太甚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陈平淡淡一笑，擦了擦剑上的血迹，殿主说笑了。方才是他拦路寻仇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罢了。若换作是我今日死在他刀下，修罗殿可会说一句欺人太甚？桑天阳眉头一皱，身上的威压不断朝着陈平笼罩而去，而陈平静静地站着，感受着桑天阳的威压，陈平却并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。片刻后，桑天阳收起威压，露出一抹笑容道：“陈小友，都是我修罗殿的不对，今日之事，看在我的面子，就这样算了吧。回到修罗殿，我会严惩大长老的。”陈平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这修罗殿的殿主如此的通情达理，而且还这么好说话。毕竟自己杀了人家2个儿子，没想到这殿主不生气，还跟着自己道歉。殿主客气了，今日之事，修罗殿不再找我麻烦，我也绝不会再计较。陈平也不想跟着修罗殿为敌。那好，若是有时间，还请陈小友去我修罗殿做客。桑天阳微微一笑道：“一定。”陈平点了点头。可就在陈平要带着莫青云离开的时候，那大长老竟然直接拦住去路。殿主绝不能放这小子离开，他杀了大公子，我们要为大公子报仇。大长老怒吼道：“大长老，我命令你让开！”桑天阳的脸色十分难看。殿主，今日我必须要给大公子报仇不可。大长老竟然不听殿主的话。大长老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连父亲的话都不听了。虽然你是大长老，可我父亲是殿主。桑兰满脸怒气地对着大长老质问道：“我只知道，若是放他走了，我修罗殿在这2重天还怎么立足？若是殿主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又怎么保护我修罗殿其他人？”大长老竟然跟着桑天阳对着干。你！桑天阳大怒，正要说话，远处却传来数道破空之声。只见数十道流光从天际飞来，为首一人身着月白色长袍，面容俊朗，手持玉扇，正是天渊阁阁主。他身后跟着数位气息同样恐怖的老者，显然都是天渊阁的高层。桑殿主，别来无恙啊！天渊阁阁主摇着玉扇，笑眯眯地落在桑天阳身边，目光却恶狠狠地扫过陈平，方才在下路过，见此处能量波动剧烈，还以为是何方高人在此切磋呢。桑天阳眉头皱得更紧，天阁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他与天渊阁阁主素来不和，天渊阁和修罗殿更是明争暗斗多年，此刻对方突然出现，绝非好事。凌云霄却没有回答，反而看向大长老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。修罗殿大长老果然名不虚传，刚才那一手修罗灭世，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！只可惜，他话锋一转，看向陈平，遇上了这位身怀异宝的陈平，倒是有些可惜了。大长老猛地抬头，看向天渊阁阁主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天渊阁阁主继续说道：“这陈平杀我天骄，灭我长老，还击碎了我的虚影，你跟他斗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尤其是你们修罗殿殿主都怂了。你一个长老而已，还坚持什么呢？天渊阁阁主明显就是在挑拨离间。陈平心中冷笑，这天渊阁阁主还真会挑拨离间。大长老的脸色阴沉不定，随后看向天渊阁阁主道：天阁主，这陈平杀我大公子，辱我修罗殿，今日我便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若天阁主肯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愿意和天渊阁摒弃前嫌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。桑天阳脸色巨变，大长老，他没想到大长老竟会突然提出与天渊阁合作。要知道，两派向来是死对头。大长老，你太过分了！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修罗殿跟着天渊阁向来不和吗？而且陈平杀死的是我们桑家人，是我父亲的儿子，你为何要抓着不放呢？桑兰十分不解大长老的做法，因为那桑启是他的儿子。突然，桑天阳缓缓开口：什么？桑兰震惊。陈平跟着莫青云也是一脸的震惊之色。原本打算离开的陈平也不离开了，他要好好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哈哈哈，修罗殿还有这种事情，真是奇闻啊！天渊阁阁主哈哈大笑着，而大长老的脸色阴沉不定，却并没有否认桑天阳的话。父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桑兰不解地问道。那桑启是你大娘和大长老所生的儿子，他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闭关，把修罗殿交到你手里的原因。桑天阳解释道。听了桑天阳的解释，桑兰彻底懵了。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大哥，竟然连同父异母都不是。而大长老听完桑天阳的话，周身的气势骤然暴涨。暗紫色的斗气在他周身翻涌，仿佛积压了数十年的怨毒与怒火终于破堤。他猛地扯下腰间的修罗令，狠狠掷在地上，令牌碎裂的脆响在寂静的琉璃城上空格外刺耳。桑天阳，既然你今天挑明了，我也就不怕了。你以为我忍了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？他的声音嘶哑，眼中布满血丝。我与他本是青梅竹马，自幼在修罗山脚下长大，说好要一起踏遍三界，可你呢？他猛地指向桑天阳，指尖因愤怒而颤抖。当年你不过是仗着修罗殿少主的身份，用权势逼他嫁给你，当时他就已经有了我的骨肉。莫青云下意识握紧了陈平的衣袖，而桑兰则踉跄着后退半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不可能，父亲不是这种人呀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大长老惨笑一声，你以为你父亲什么好人吗？他强行拆散我们，还把掌管修罗殿的事情交给你一个女人。他早就知道了桑启是我儿子，可他却从不提起。他就是想让我看着自己的儿子在修罗殿被人瞧不起，看着自己的儿子跟他喊父亲。现在我儿子死了，他却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要放走这个杀人凶手。大长老似乎陷入了疯狂之中。大长老，我儿子不也被陈平所杀？我不是一样不找他报仇？桑坤可不是你儿子了。桑天阳对着大长老说道。可谁知大长老听后却无奈一笑，你有好多好多孩子，而我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并且我发过誓绝不会再找女人，我的所有将来都会给桑启的。可是现在，大长老忽然转向陈平，眼神陡然变得很厉。可你，陈平，你杀了他，你不仅杀了我的儿子，更毁了我半生的期盼。陈平一脸无奈，他哪里知道这些，更加不知道修罗殿内还有这种破事。看来到了天界，成为仙人，也避免不了一些情感纠葛，也逃脱不了世俗的。天渊阁阁主则是摇着玉扇，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。好一出陈年旧事。大长老，你若与我联手，何至于受这份窝囊气？先杀了陈平这小子，我再帮你夺下修罗殿，到时候你就是修罗殿殿主了。说完，他身后的数位老者同时上前一步，身上的气势爆发，
空气瞬间爆发出噼啪的声响。桑田阳，天渊阁阁主看向脸色铁青的桑田阳道：今日我天渊阁可以不难为你修罗殿，只为死去的天骄和长老讨个公道。你若执意护着陈平，那便是与我天渊阁为敌，我就连你一起杀了。话音未落，天渊阁的老者们已呈扇形散开，御扇挥舞间凝聚出数道凌厉的锋刃，直指陈平与桑田阳。大长老怒吼一声，横刀立于天渊阁阁主身侧，刀刃上腾起血色修罗虚影，显然已做好死战的准备。放肆！桑田阳猛地踏前一步，周身紫金色的能量如海啸般爆发，地面上的琉璃砖寸寸皲裂。他袖袍一挥，一道龙形气劲撞向凌云霄，却被对方轻易用御扇格挡。天渊阁欺我修罗殿无人吗？父亲，别硬撑了！桑兰急得大喊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他知道，就他和他父亲2个人，怎么可能是天渊阁这么多人的对手？更何况现在大长老都叛变了，跟着天渊阁站到了一起。天渊阁阁主则是冷笑：桑田阳，你闭关多年，修罗殿早已不是当年的修罗殿，今日就让你看看谁才是2重天的霸主。他身后的老者们同时出手，各色能量光束交织成网，朝着桑田阳与陈平笼罩而下。大长老的刀光更是直奔陈平心口，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杀意。陈平纳命来！眼看大网即将落下，桑田阳突然仰天怒吼，声震九霄。他胸前的修罗玉佩骤然爆发出刺目金光，整个人的气息以恐怖的速度飙升，紫金色的气息中隐隐浮现出无数修罗鬼影。修罗秘法，修罗神功。他双掌合十，身后浮现出一座巨大的修罗殿，虚影殿门缓缓开启，透出阴森刺骨的寒意。修罗卫，听我号令！随着他的低吼，琉璃城地下突然传来沉闷的轰鸣，数十道黑影从地面裂缝中冲天而起，他们身着玄铁盔甲，面覆鬼面，手中握着残破的兵器，周身缠绕着黑色雾气，每一道身影都散发着堪比大长老的恐怖威压。这是修罗殿的终极护卫。天渊阁阁主的脸色首次露出惊疑，传说中只有殿主血脉才能唤醒的死士。大长老也是脸色巨变，惊骇道：你疯了吗？竟然为了这陈平唤醒修罗卫！看着眼前的修罗卫，陈平也是有些震惊，没想到修罗殿背后还有这种势力。这修罗卫是修罗殿的杀招，这些修罗殿常年沉睡，只有在修罗殿生死存亡之际才可以唤醒修罗卫的。可是这一次，桑田阳竟然为了陈平直接唤醒了修罗卫，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，就连桑兰都没有想到，在自己父亲眼中，这个陈平竟然如此的重要。很快，四周虚空渐渐出现波动，强大的修罗卫站在桑田阳的身后。这些修罗卫的气息十分强大，以至于这些修罗卫的出现让整个天地都变得虚幻起来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天渊阁阁主看着这些修罗卫，表情比吃了是还难看。这些修罗卫每一个都散发着散仙境7品的气息，并且每一个身上都充满了血腥的杀意。这么多修罗卫一起，那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啊！看来修罗殿并非浪得虚名，这些年修罗殿的实力也一直都在。数十名修罗卫齐齐地朝着桑田阳行礼，毕竟只有历代殿主才能有资格召唤出修罗卫的。陈小友，有我保你，在这2重天就无人敢伤你。桑田阳淡淡地对着陈平说道：多谢修罗殿主。陈平道谢。桑田阳朝着陈平淡淡一笑，随后眼神冰冷如霜，指向大长老与天渊阁众人：修罗卫，格杀勿论。黑色的身影如鬼魅般冲出，瞬间与天渊阁的老者们战作一团。兵器交击的爆响，能量碰撞的轰鸣震的琉璃城摇摇欲坠。他们是修罗殿最后的底牌，桑田阳气息略显紊乱，以我的精血为引，只能维持1炷香时间。陈小友，你带人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逃脱？
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性格。陈平手持斩龙剑，看向莫青云道：“青云，你躲远一点，待我杀了这些狗东西，再陪你游玩。”陈平手里也有杀招，2尊武士雕像、火麒麟、神王弓，还有赤云魔君的神魂附体，手段有的是。既然这些人家伙想玩，陈平也就陪他们玩玩。大长老紫克刀法愈发疯狂，桑天阳，你就算启动修罗位又如何？今日我定要让你和陈平一起陪葬。他与天元阁阁主交换眼神，两人同时朝桑天阳扑去，显然想在修罗位耗尽之前解决战斗。琉璃城的上空，紫金色的修罗虚影与月白色的锋刃激烈碰撞，而尘封数十年的恩怨情仇，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。琉璃城的空气已被能量撕裂的噼啪声填满。桑天阳身后的修罗位如黑色潮水般涌出，数十道散仙境7品的威压交织成网，瞬间将天元阁老者们的攻势逼退半分。大长老猩红着眼，刀光裹挟着血色修罗虚影直取陈平心口，而天元阁阁主则玉扇一扬，数道锋刃呈扇形切割向桑天阳咽喉。父亲，我来助你。桑兰一声轻喝，腰间佩剑出鞘。他虽只有散修5品境界，却得桑天阳亲传修罗剑诀，剑光起时，紫金色能量化作半透明的龙形虚影，猛地撞向一名天元阁老者的后腰。那老者正与修罗卫缠斗，不料后方生变，仓促间回身格挡，却被桑兰一剑劈开护罩，肩甲崩裂出蛛网般的裂痕。区区小辈也敢插手？另一名灰袍老者怒吼着，掌心凝聚出一团幽蓝色火焰，直扑桑兰面门。眼看火焰近身，桑兰侧身旋剑，剑刃划出一道圆弧，将火焰斩碎成星点，同时足尖一点，借力退至桑天阳身侧。他喘息着看向战场，目光却陡然凝固。莫青云正被一股无形的气劲掀飞，撞向琉璃墙。青云！陈平惊喝出声，手中斩龙剑尚未出鞘，便见莫青云已在墙根处稳住身形。莫青云脸色苍白的摆手：“陈平，我没事，只是境界太低，靠近不得。”他的境界在这种级别的能量余波中如同烛火飘摇，只能勉强运功护住心脉。退至战场边缘的石柱后，指尖紧紧攥着一角。看到莫青云没事，陈平也放心不少，可以大展拳脚了。只见大长老的刀势愈发疯狂，每一刀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恨意。他算准桑天阳需维持修罗位的精血引动，暂时无法分身，便将所有杀招都倾泻在陈平身上。血色刀光化作10丈巨刃，带着撕裂空间的锐啸斩落。陈平脚下猛地炸开一圈气浪，身形如鬼魅般横移3丈，刀刃斩在地面，琉璃砖瞬间化为齑粉，深可见骨的裂痕蔓延至10丈之外。陈平，拿命来祭奠我儿！大长老怒吼着，刀柄处的修罗图腾骤然爆发出血光，整个人的气息暴涨至散仙9品，刀势竟隐隐有突破桎梏的征兆。这是燃烧本源之力的搏命杀招。这个大长老估计是要跟着陈平同归于尽了，儿子也死了，活着没意思了。来得好！陈平眼中寒光一闪，不再留手。他猛地一挥手，2道黑影从陈平体内涌出，正是那2尊手持巨斧的武士雕像。雕像一现世，便发出震耳欲聋的战吼，斧刃迸射出道道金色符文，瞬间组成3重防御光盾。天元阁阁主见陈平竟然又召出2尊武士，不由得瞳孔骤缩，玉扇挥舞的动作慢了半分。桑天阳则是有些震惊道：“上古战魁还真是了不起。”他听桑兰介绍过，陈平从那一记之中得到了2尊武士雕像，没想到竟然实力如此强悍。大长老此刻却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狞笑道：“不过是死物，也敢挡我？”他刀势不变，血色巨刃狠狠劈在光盾上，轰的一声巨响，第一层光盾寸寸碎裂。青铜武士手中的巨斧却已带着千钧之力劈向他的面门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尊武士如影随形，
巨斧直指大长老腰侧破绽。陈平手持斩龙剑欺身而上，剑势与两尊武士的攻击形成三角夹击，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交织在一起。斧锋刚猛如雷霆，刀影刁钻如毒蛇，剑势则带着破开万物的锋锐，瞬间将大长老的刀光压制得节节败退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这等手段？大长老惊怒交加，他燃烧本源换来的短暂力量提升，竟在3打1的围攻下毫无优势。青铜武士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上古禁制的威力，震得他手臂发麻，刀势中的血色能量不断被斧刃搅碎。陈平看准破绽，斩龙剑化作一道劈链，噗的一声切开他的衣袖，在肩胛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。3打1，陈平就显得轻松多了。要不然对付这大长老，陈平还真有些吃力，除非让赤鱼魔君附体。不过陈平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赤鱼魔君的存在，毕竟这是他的杀招，最后装逼用的啊。此刻战场另一侧，修罗卫的杀戮已进入白热化，这些以精血唤醒的死士毫无痛感，每一次挥刀都带着同归于尽的狠力。一名天渊阁老者试图凝聚法相护体，却被3名修罗卫同时劈中，护体仙光如玻璃般碎裂，惨叫声尚未发出便被黑刃斩成数段，血花在琉璃城上空绽放。天渊阁的老者们从最初的嚣张转为惊恐，不过片刻，12名随行老者已死伤过半，仅剩的几人也带伤苦战，被修罗卫的黑影层层包围。撤！天渊阁阁主见状不妙，御扇猛地一拍掌心，数道月白色的锋刃炸开，逼退面前的修罗卫。他看向满身血污的大长老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大长老，你我今日失手，改日定要让修罗殿付出血债。说罢，他不再恋战，袖袍一挥，数道风卷裹着残余的天渊阁众人化作流光就要遁走。大长老见天渊阁阁主逃了，顿时气得要骂娘。想走？桑天阳冷哼一声，胸前的修罗玉佩再次爆发出金光，数十道修罗鬼影从玉佩中飞出，瞬间在虚空织成大网。天渊阁阁主撞在网面上，如同撞在实质的岩壁上，闷哼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但他毕竟是天渊阁阁主，强行燃烧仙力震破网角，带着残布狼狈逃窜，临走前抛下狠话：桑天阳、陈平，今天的账我天渊阁记下了。天渊阁众人退去，如今战场只剩下陈平、桑天阳父女以及被2尊武士雕像逼至墙角的大长老。大长老的刀已断成2截，胸口插着半截利刃，鲜血浸透了衣袍，却依旧梗着脖子，眼中没有半分惧色。杀了我！他死死盯着陈平，今日我虽败，却不后悔。桑启的仇，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1000倍偿还。陈平收起斩龙剑，走到他面前，眼神复杂。他能理解大长老的丧子之痛，却无法原谅对方的疯狂杀戮。你的命不该由我来定。他转向桑天阳，店主，此人是修罗殿叛逆，还是你来处置吧？桑天阳看着面容枯槁的大长老，沉默良久。昔日的兄弟反目成仇，今日的血战让他鬓角竟添了几缕白发。他挥退了修罗卫，那些黑影化作光点融入地下，空气中的血腥气却久久不散。大长老，桑天阳的声音带着疲惫，你我同门一场，我不杀你，但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修罗殿之人，以后修罗殿永不欢迎你。大长老闻言，先是一怔，随即惨笑起来。除名，哈哈，好一个除名！我失去了儿子，失去了一切，这修罗殿的名分又算得了什么？他猛地拔出胸口的利刃，任由鲜血喷涌，却挺直了脊梁，一步步走出琉璃城，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寂。